好多同学说均值不等式很难，那么是因为你还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这道题，已知实数 mn 它是属于0到正无穷大的正数 ，m 加 n 是等于1的，然后让我求这样一个式子的最小值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肯定我们要进行构造3m 加 n 分之4加上 m 加 3n 分之1，要求最值，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采用均值不等式。那么很显然呢，这个式子它没有办法直接应用均值因为分母呢都是含有 n 的代数式，所以我要巧用1的变形。怎么来用呢？ m 加 n 是等于1的，我观察一下分母，我既不能立刻构造出这样的分母的形式，也不能立刻构造出这样的分母的形式。但是这两个分母我结合起来看呢， 3m 这是 4m，n 和 3n 这是 4n， 所以呢，当你观察到这儿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好，我呢把这个 m 加 n 等于1，我把它变成 4m 加上 4n， 相当于呢，我给这个式子乘了一个4，我再给它除以一个4，保持式子它的大小不变， 3m 加 n 分之4加上 m 加上 3n 分之1，然后呢4分之1不动，我把这个式子变化一下，照着这个分母的样子，也就是把它变成 3m 加 n 再加上 m 加 3n， 你看 3m 依然是 4m，n 3n 依然是 4n， 乘了一个4， m 加 n 是1嘛， 4m 加 n 是4，4m 加 4n 它就是4，乘了一个4，除了一个4，依然保持不变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再乘以 3m 加 n 分之4加上 m 加 3n 分之1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分配率和4分之1是没有关系的，这两项一相乘，它就变成4，这两项一相乘，它就变成 m 加 3n 分之 3m 加 n， 加上这两项一相乘呢，它就变成 3m 加 n 分之4倍的 m 加 3n， 然后再加上这两项一相乘，它们俩约掉了，变成加1。所以呢，1加4则是5，我展开变成4分之5加上4分之1倍的，它呢依然是 m 加 3n 分之 3m 加 n 加上 3m 加 n 分之4倍的 m 加上 3n。 那大家发现，你看这两个式子现在是不是倒数的样子了？然后呢 m 和 n 都是正数，两个代数式也都是正的。我们在使用均值的时候要做到1正2定3相等。你看1正我们做到了，把它看成均值不等式里的 a， 把它看成均值不等式里的 b，a 加 b 一定大于等于和4分之5没有关系，把它落下来，和4分之1也没有关系，把它落下来呀，因为它们都是正数。a 加 b 一定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，它们俩的积约掉了，只剩下一个4开出来是2乘以24和它就约了，就剩1就是4分之4加上4分之5，所以它最后的结果是4分之9。然后呢，你要考虑一下等号存在的条件，当且仅当曾经把谁看成 a 了呢？ m 加上 3n 分之 3m 加 n 看成 a 了。把谁看成 b 了呢？把 3m 加 n 分之4倍的 m 加上 3n 看成 b 了。当且仅当 m 等于当且仅当 a 等于 b， 再结合 m 加 n 等于1，然后求出相应的 m 的值 n 的值。m 就等于这样的值 ，n 就等于这样的值的时候，等号就取到了那这个呢，大家自己算一下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回顾一下
那么我为什么要想到这个构造的方式呢？就是因为均值不等式 a 和 b 是正实数 ，a 和 b 是正实数 ，n 星啊，那么 a 加 b 一定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 a 乘以 b 的形式。只有 a 乘 b 是定值的时候 ，a 加 b 它才有最值。可是呢，我是和的形式，我就来找 a 加 b， 没有它们俩即时定值，那怎么办？那你就要构造倒数。本着这个原则，我要构造倒数，我就观察你分母有什么，我就要出现什么样的式子；它分母有什么，我就要出现什么样的式子。这样的话，将来啊，它们一相乘，该约的就变成常数，约不掉的这个样子，能够约掉的变成常数，约不掉的变成这个样子，恰好它们俩就是互为倒数的形。所以呢，我就本着这个原则，就能够快速的照着分母的样子去进行构造，所以问题就变得简单了。那么要记住，当没有即时定值的时候，怎么出现常数就要构造倒数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均值不等式。